顾里面，红娘龙啊，在马地空罗吹，还能自己慢慢来拿。老先生地浪水，老这个买，那他年难。顾里面，三票线。Welcome, baby. 新哥，你排哪样队吗？小郭没事吧？你说呢？雷鸣情况不好转摸的了。活不了了。那倒不至于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爽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雷鸣是杰森里的人，这件事最好就别再冒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万一杰森里要对小郭下手的话，你可给我按耐住了，别做傻事。他还要对小郭下手，还想怎么下手啊？这样，你跟他说，也甭跟郭立民下手了，找我来，好吧？冲我下手。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啊？郭立民现在只是受伤，休养2天就好了。雷鸣是差点没命。你如果真的想保护郭立民的话，你就让他别再出现在小莫那。行，行。世纪酒店被收购的事儿，财叔已经知道了。我们大班打算退出了。消防检查已经撤销了，昨天就撤了。跟这个没关系。我没收到任何电话。现在你就收到了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回去给财叔打个电话问一问。反正呢，我们横在中间，你们办什么也都难办。索性长痛不如短痛，把本金和利润退回来。你和那个 Jason Lee，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好吗？小贩上都在说，世纪毒房死了人，这传着传着就成死了个毒控，这还不算难，最难的是说咱们的服务生有传染病，这搞得今天都没大有人敢来玩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怎么了？我怎么？你抓我干嘛？我干胡梅，那边是酒店的，酒店也受影响，放开我！老有好奇的人上看看。他是记者吗？啊，好像是。严总，咱要不要想个办法辟个谣？怎么辟啊？啊？拿扩音器喊，
让他们越描越黑。说得对，人只相信他们相信的，不是爆料，不是黑料，怎么传得开呢？李总，联系无偿献血的车，明天开到这里，组织员工献血，阵仗越大越好。没什么特啥，这就是叠马技巧，就是首先就是要会干，穿搭带的是真货还是假货嘛，然后就是去搭讪，遇到那种暴发户，你就告诉他，你说哦哪里刺激，哪里有钱，哪里最贵。你碰到那种就拿公款的，你就说他把你们发掉啊。遇到你的就简单了，你只要长得帅就直接上去搭讪。啊，行，你也不用从头给我讲。我的意思是让你带他，是能不能带他换个新的地方工作？进来了呀？大曲林、金站8，就也是那些个能做适应生的，比咱这儿好的地方。那你不如借他回中国了，在这边干什么？他要想回，他早回了。他就觉得这边适合他，劝也劝不动。跟你说话呢，你看着点我。所以没办法，你们俩也是同行，你也夸他有天赋，你就帮帮忙呗。大不了他天成一单，我再单独给你补贴。是讲这种，我们两个就不讲这种，主要是现在那引起大客户，我是要陪他的。我也没催你。你呢，把你这单完成了，你签了单抽了水，你再帮帮小郭，行吗？我签不了他的单，我签不了莹姐的单。我当时到那莹姐是接生力那边请过来啊，他输的不应的话，1分钱全部是去赌坊那边当。大人物来的，现在想的就是赶紧就捞一笔是一笔。你转过来，你这怎么弄的这个？没事，科列一些。又挨打了？没事，钱弄的，现金我是要抽完就给我，美元。值吗？我觉得值。我跟你讲那些边的人呢，有钱的、没钱的一样不正常。你要想适应这边，又想过得更好，就要去适应这样的不正常，要不你怎么出去？所以你不要让他跟着我，跟着我就是这种下场。阮八纵在万彩赌场挂了“梦幻人生，激情万彩”的标语，东方酒店学他们，挂的是“日出东方，广迎无限”。对我来说，都是隔靴搔痒。新世纪也要挂标语，一进堂子就要直切要害，挂就挂，时来运转，一牌改命。怎样，白梅？之前酒店不让你做的，我全都让你如愿以偿。这面墙左东北朝西南，挂上标语之后，必然是坐享当令，四方拿财。讲得好，严总果然是内行。我们这次合作的关键人物都到齐了，来，是时候聊一聊我们新世纪的经营之道。阿敏，你老板在楼上吗？在楼上吧，刚跟他道了别。道别干啥呀？你要走啊？崔姐不要我了，
他还在墓上面帮我办了居住证。那你就彻底不回来了？哎，动摆来，动摆来，拜。我走了，辛苦。我是遭骗到张面坡来的，还要黑户对我好好哦，不用下地干活，不用洗衣做饭，但是我还是跑。整整5年，一件新衣服都不给老子穿，永远都是那一件。挂烂了都不给我买新的。我从来不提哪要求，哪样都满足，就想买件新衣服。当初没得衣服穿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有选择的。现在我有数不清的新衣服，反而遭困到了。所以现在我唯一能享受的，就是每一天带到新衣服换到样子穿。我就喜欢这样穿得漂漂亮亮的。那些衣服亮晶晶的、花里胡哨的，看到就让人觉得安逸，就有一种你晓不晓得那种存在感。只是你的命比我好，他读过书，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其实他也不愿意离开你。得罪了恐怕地拆除，想咋样嘛？留下来整死？既然你已经知道都这么危险了，那咱就趁着危险还没到脑袋上，咱就不干了呗。翠妹儿，你要是喜欢这种新衣服，我给你买，你要多少件都行。你够啊！翠妹儿，你还喊起赢了是不是嘛？你以为你是哪个？我是认真的。你晓不晓得你在讲那东西？好心提醒你哈，最近不要来大学里。那你为啥还不走？身边某种偏门行当，人家不得门路的，想进都进不来。像你我这种的已经踩稳脚跟的，你以为想退就能退啊？要不然你回去问下蔡叔，问他放不放你走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娃儿都生了2个。哎，哥，啊，怎么样了？药换了吗？换了，新哥。能去金翠国庭上班吗？可以的话，我明天就想出院。对不起，哥，你添麻烦了。
牛郎贡。哎，严总呢？哎，秦哥，严总在酒店接待客人，你找他哪个事？哦。哎，对，30间高级房。啊？怎么能少了一间呢？现在贵宾都到了，你才给我说黑料带骨。你们世纪赌坊现在开始接团客了是吧？都是卡门来的大赌客。哎，秦哥，我现在有事要马上安排一下，要不您明天再来？走。哎。梁總你好啊，好耐冇見啦真係，玩得開心啲啊嚇，玩得開心啲。你好，欢迎回来，快点开始。先好，你不会真跟那个蓉姐处出感情了吧？怎么会呀？我就是在利用他。说好的，走的时候一起带我去看嘛。你觉得你们俩是谁利用谁呀？相互利用啊！你看看他把你作践都成什么样了？你不是那个最靠谱的叠马仔、最厉害的条狗吗？他说带你去卡蒙你就信？那你那女朋友们怎么办呀？不管了？而且我就一直不明白，就这个世纪赌坊让这蓉姐来，她算干什么的呀？她是跟你想过吗？蓉姐是些生意上门请过来一起做席的。做什么局啊？活死人逼单局呀！你这老板当了什么也不知道。他们那边很多赌客，因为各种原因欠赌坊的钱嘛，你就被列到那个黑名单里面，你限制你消费啊，你拿不到护照，你日期也不对，留也不对，全部变成那种他妈的睡大街那种他妈活死人。这胜利就是利用这一点把他们叫来，三边都这边签单。那本来那就还不上钱，都睡大街了，家里人也不管，你拉到三边坡有什么用？他们是法治社会的嘛，家里面是知道你受不了事情就不管，你来到这边就不一样了。你要想了解清楚，你就直接去问那夏文静，逼单房花样多的是，随随便便分分钟让你还钱。关键他们那帮人很在乎这次机会。时来运转，一牌改命，完全收到他们心里面去。那在世纪赌坊逼单，蓉姐负责什么呀？她什么也不用负责。他只要坐在那里，就是全局最大的仙。他算什么仙啊？千禧年女赌神，传说中的沙霜传奇就是他。这胜利为什么把他请过来，就是告诉所有人，只要他在就可以翻盘，只要他在就可以赢钱。严美美。你怎么想的？你怎么能跟那个外人一块搞签单呢？挺聪明的呀，看两下就摸到门路了。你好，沈星，我一直想认识认识你，但严总不给这个机会。那正好，也不用严总给机会了，咱就见着了。那就开诚布公的说了啊。你和他想干什么，我们不干预。只要把我们2个厅的本钱退回来，再加上半年的利润，
打本马上退出。这件事严总已经传达过了。那更好了，那您就给个话吧。这么低俗的讨价还价，你要我给什么话？格局啊，朋友，直话直说吧。我没有打算让蔡叔走人，相反，我更想和蔡叔合作。怎么合作？世纪和蓝琴一起赚钱。蓝琴赌坊，准确的说，是蓝琴赌坊后面的那栋房子。只需要蔡叔配合，让世纪赌坊去使用，蔡叔那2个赌厅就能够按照承包比例得到相应的回报。那不可能。你跟我都清楚，蓝琴本来就是做这个的。那做这个就对吗？这本来就是违法的。蓝琴已经在叫停这些勾当了。叫停，爹马仔的往来可不会说谎。那您跟我说这些话也没用啊，我就是个跑腿传话的。我们知道这很难，可是蔡叔现在信任你，冲破厉害的说上几句，应该会有效果的。你说不出口，让我跟他说，凭什么呀？拉我下水？你要想劝他，你自己去。这件事光靠严总是不够的，你得去，并且必须搞定。年纪轻轻，记忆就这么差吗？正好啊，给他回忆回忆。明明都走了，又被叫回去，什么意思？你的朋友自己摔倒，露出伤疤吓走了客人，我的员工发善心，协调了休息，给他约了医生，却反被他利用，被蓄意伤害。怎么，还在这演受害者？继续。有意思吗？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解释，才能让警察相信你不是在教唆犯罪。这些监控如果真的被他们看到了，都轮不上酒店，你们俩就已经成为全城通缉的对象了。你也可以选择耗下去，票房检查完就线路维修。人员整改，账目核对，设备翻新，做空你2个边厅，对我来说是无伤大雅。要不坐下来再聊聊？严白梅。你怎么能这么对蔡叔呢？我怎么对蔡叔了？哼，其实最不该指责我的人就是你。蔡叔为什么投钱进来？你比我清楚吧？他是为了帮我吗？还是为了他自己？你比我清楚啊！你信？说到底，咱们俩都只不过是他的妻子而已。你别以为蔡叔能保得了你，这是铁证，不是栽赃。
星光，你来多久了？没多久，刚来一会儿。刚给你把住院费交了。星光，咋个了该？你先躺好了。我问你啊，你之所以这么对雷鸣，就是因为单纯的想报复他，对吗？你为啥不跟我说呢？你当时想什么呢你？你事情太多了，我怕麻烦你。你知道现在麻烦有多大吗？人家把监控都拿出来了，拍在我脸上，就差报警了。啊！不行，星光，我本来都想回去了。你先躺下。我现在还不能去坐牢，星光。但是家里来电话说我妈做手术，太突然了，星光我什么手术啊？我不能在这种时候空着手回去。我现在就想搞一笔快钱，我拖不得了，星光。全都知道。星光，我求你了，我不能去坐牢啊！你帮我想想办法搞，星光，我一天都不能拖啊，星光，我求你了，给我躺下。郭连天，别害怕啊，他们没报警，刚才吓唬你，没人抓的。咱哥俩是一块儿过来的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，我绝不让别人再欺负你。毒贩跟我说了，你有一大笔遣散费，金额不小，把户头发给我，我给妈妈寄过去。阿才，看来这趟禅林的收获很大呀。哪天好不好带我们也去一趟？这是水火两个厅这个月的盈利。其實盈唔盈利，我真係冇所謂嘅。當初加入係諗住撐你嘅啫，你明嘛？我認得啦。我知而家啲咁嘅時間咧，你話退包就好難，所以我冇諗住收翻晒所有嘅錢。但係你都幫我傾個數翻嚟㗎，係咪啊？这个事，我跟沈星已经当面跟他们谈过了。可是吧，星，哎呀，这个人呢，固执得很。我们跟他说来说去，他就是不肯退回1分钱。到后来才知道，他根本就不向你退出10级毒贩。那个消防整改呢？真的是消防整改，他也没想针对水火两个厅，他倒是真想跟你合作，利用10级毒贩和蓝青毒贩的优势，产生1+1大于2的效果。南琴賭場有咩優勢啊？做簽單房啊？咁照你意思，即係話佢哋係諗住就係做簽單生意係嘛？這幾年呢，
有点经济实力的土矿已经不来小莫弄了。他们选择投资进来，就是因为这里还有2级市场的空间。那小毛弄地方那么大，为什么要牵扯到我们打班呢？也是因为最近的风声太紧了，执法部门3天2头就来搞一次大检查。他们也在问小莫弄有没有地方适合做，但是他们不跟人家说他们要做什么，那人家怎么可以把地方租给他们呢？但是大班没有人查，离小莫弄又近，县城条件也都有。你點睇？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吧，他们从卡蒙拉来了大量的活死人，可以大量签单，倒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而且也许诺咱们会按承包比例分红，其实倒也是个办法。最近大曲林咁亂，百姓娛樂又俾人放火，你覺得一切都係巧合啊？Jason Lee 是栾巴颂的人。不可能！金站把他牌照颁给栾巴颂之后，栾巴颂就扔掉了小莫弄所有的生意。現在他又回來了。金正巴嘅瓶頸就係交通不便。咁如果佢哋可以控制到小莫弄嗰大全年莫康河上游下游，佢哋都控制住。前2年佢哋咪有搞呢個郵輪生意嘅，你明唔明啊？目的就係想話將批賭客帶上船。有小莫弄一直玩一直賭到金站巴一條龍。不才旅遊，世紀酒店只係佢哋計劃一部分，將嗰批活死人擁晒入去，逼佢哋簽單，快快手收翻成本。佢哋做大生意嘅，佢最後目的就係一大賭場都係佢哋，人哋有財有勢。你諗下，做咩要帶你玩？係咪？做咩事啊？有人揾把刀對住你喉嚨咁啊？喂，比赛，帕兰斯基。是我前半生所有的积累和唯一的价值，任何代价，我都只能选择承受。这就跟我当年义无反顾的跟你个当比，是一个意思。现在行情确实也不太好啊，所以我们达班的钱1分也不能少的，都得给我们退回来。至于严总呢，我觉得您可以让他和夏文静随便玩玩。您不是也说了吗？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严总确实也不容易，有苦衷。他这也是左右为难。手伸长了，容易被烫的，还是小心点啊。
哦，疼啊，疼吗？不疼。痛，痛就忍得起。是，这次都怪我，没摸清他们的底细。这些都不说，你为哪样要把严北梅讲话？我纯粹就是因为郭立民。你那个小工友，他啷个了嘛？因為佢打殘咗世紀酒店嘅人，世紀酒店用呢樣嘢威脅沈星，等佢哋幫楊百薇講嘢啊，係嘛？是，蔡叔，这次是我的问题，不知深浅。那确实，烫你一下不冤吧？我认罚。頭先楊百薇同意將所有監控刪除。您答應他了？因為我唔係為咗你喎，因為我睇過尤德本帳本，我覺得你講得都好啱。退出世紀賭坊攞翻晒所有嘅錢係唯一而家渡過難關嘅方法。怎麼？你覺得那燙你一下又有點冤了嗎？哦，沒有。好啦嗱，退路係你揀嘅，唔該你去現始現終。幾時見到錢，就幾時將啲票據送去南琴。蔡叔，我能再求您一件事吗？我那个小工友郭立民，我想介绍他也来大奔跑边水，他挺聪明的，我带他。睇嚟你仲未吸取到教訓啊！講嘢係好事嚟嘅，但係千祈唔好俾嘢綁架你自己。或者你會諗有啲人因你而得勢，但係絕對唔會有人因你而玩完。人為咗生存係可以想盡辦法解決困難，而你能控制嘅就係你自己的言行。白了。走，拉倒。走。啥情况啊？被发现了，你说叶部分的实习就滚蛋。分手，你打人家干嘛？打人家，我手指头就已经被掰整了，你去看一下。人家也不容易，跟你来小魔弄，你这样太不是人了。不是人，讲得好听，天天在家里面闲着，你要吗？有什么前途？你说有什么前途？他们这边做什么来这边烧啊？啊，烧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个？没事儿。哎，你知道郭立民去哪儿了吗？回中国了吗？啥？回去了？
没事啦，要说问我谢钱呢，我那里有钱给他，我就欠他回去了嘛。他找你借钱干啥呀？我给他转钱了。那我怎么知道你给他转钱了呢？那他回中国了？回去了。我帮他笑的时候，这边都不容易，是吗？去哪里？鲁豫。走呗。哦。我这里，到了。有这么窄的地方，手吧。走啦，哎，走吧。哎，你朋友啊？去吧，去吧。不用，我有事，谢谢。好。说吧，咋回事？你能不能帮我在关口查一查出入境的记录？我想查查小郭是不是真的回中国了。小郭，可是老沈刚提上的。啊，对，就跟我一块来三边坡的，他叫郭立民。好吧，谢谢哥。还好，你先别谢我嘛，我刚好有个事情也想请你帮个忙。谁呀？这个是你的同胞，他姓田，之前呢在这边做那个赌博诈骗的专题报道，前几天失踪了。记者是吧？这件事情是你们大使馆委托的，等于就是我们警署的首要任务。关键我主要不知道我找谁问去。你是警察，你说我帮你找人，哼。这刚刚和你一起下车那个，没事就可以问问他嘛。这些叠马仔的消息都很灵。谁告诉你他是叠马仔？警察嘛，就和那些条狗是一样的，都是靠线索吃饭。主要是这个记者他触碰到的都是那些逼单方的利益，那说把人扣就扣去了。我就是担心这个。三边坡的这些逼单房，你们是都心里清楚吗？基本上嘛都掌握了。不过你也晓得，在博班的地盘，我们联邦警察要是没得确凿的证据，是根本拿不到搜查令。他们要是不出岔子，我们也没得办法管。哎，财叔最近整的？还能整啥？掂水呗。最近天气热了，你那个伤口嘛，要定期的消毒消炎。走了，结账。好远就看到你了。大哥一个人在这喝酒，你可以照顾我生意。没钱了，照顾不起。店里头人都差不多啊。你哪个朋友要是不嫌弃，可以过来上班哈。算了吧，我那朋友好像回国了。是不是好难想象这样的大学年正在经历洗牌？我经常一个人跑这边来散步，假装这样已经脱离了这一切。哇，你也别想太多。那个昆帕迪沙楚不是已经去找陈会长了？没事儿。我今年可能真的是走霉运哈，
我从民国那地方跑出来，就是为了把生意做规矩点，哪晓得啦？到头来遭人讲是放飞国，妈的，屁都不敢冒一个，歌厅还出事，回头哪了？账本搞丢啊！光陈会长他们做的账遭人晓得呀。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才把支志敏赶走的呀？不然呢？这么多年朋友，说上火就上火啊！够了嘛？感同身受啊！我想起我那朋友来了。你说他要是回国，怎么着也得跟我说一声吧？确实，亏我还这么惦记他。可能就是因为你太惦记了，他们俩走的时候才不好意思面对你嘛。你都喝完了，这么快？你爱喝这个呀？偶尔想喝，主要是太求甜了，甜得齁牙。我老子以前是养蜂的，小的时候他经常把剩下来的蜂巢割下来给我们泡水喝。我妈编蜂巢不像是编的，要黑起熬，黑起熬才更有甜味。翠妹儿，你上次跟我说你是被别人骗到三边坡来的。年轻的时候叛逆，看到帅哥就迈不开腿。书还没求读完，就学到电视上搞私奔，结果人家帅哥耍腻了，把老子骗了800，骗到哪子那边山坡坡上了。有一回老子耍混想跑，遭他们逮到起啊，把老子腿都打断了。你听嘛。哦，听到没？我听到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就生不出娃娃嘛，他们就把我卖给另外一个黑户，就跟着那个黑户搬到三边坡来，5年了，还是800，你敢想象？所以你也不是提着裤子不认人吗？说白了，你就是没有安全感，怕被人骗了。但是现在也算自由啊，就没想过回家。回开过呢，他们过得蛮好的，有我不得我都一样。最主要的是我晓得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跑的这10几年，他们就不得找过我，那么我还回去搞哪呢？你啦？咋了？回去呀，又跑回来，肯定有原因嘛。我是因为护照出了点问题。你又不是原因，我问你原因。大学人生嘛，你要不先离开一段时间吧？还是先过好你自家哈。